开始5公里跑步。我的5公里跑完了，我已经跟着我老公跑了大概有1个月了。我发现呢，自己这个体重慢慢的长了。以前呢，做什么事情非常的疲劳，现在呢也不那么疲劳了，吃的也多了，然后呢体重呢也终于长了一点了，而且我的中耳炎呢也慢慢的好了。兄弟姐妹们也要锻炼好身体呀。For you from the garden。Thank you very much。我们可能选择了一条正确的捷径。哦，你看，我已经把这个你这个视频叫什么？我怎么长这么帅？这个，然后视频 1.59G， 然后导出来的 SRT 跟它取了同名，同名的文件。然后我觉得我粗略的看了一下，还是可以的。不错。这个我看了4、5行，你看还有英文。英文可能是错的，再就是需要你抽空就是过一下这个情况。行。我再跑第2个现在。OK。性能呢还是有点慢。这都晚上快10点半了，看这老公又起来干活来了。你看我这背景处理的很干净了吧？这回他才识别错了，苹果公司也太丢人了。你看看。对，你用这种方法。对，我已经给他那个图片区，就是给他处理的很棒了。10点多了，该歇着了啊！这简直是工作狂啊！你这是。把这个布莱克送进去，上午的时候，你测到这个 bug 的时候，它这个翻译出来的不是把那个枣核什么，对，那个切字没切对嘛，对吧？切字没切对的主要原因是这样的，是这个切字上面这个部位有一个亮点儿，就这个亮光点儿，这个亮光点儿没有被我给它处理好，就是当时的算法就是我刚才那个起来之前的那个算法没把这个亮点给它遮住所以就导致他识别的时候，他认为这个方块字，一圈黑，然后这儿有一个出头这个字像什么呢？就是你看见的那个错的那2个字现在呢，我升级了我的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字幕去除背景的这个算法，所以我现在升级出来的，就是我做出来的这个，把这个背景去完字幕以后呢，是这个样子的。你看这漂亮整齐，黑底白字儿。哇，这个相当哇塞啊！相当哇塞，几乎没有任何错误了，对不对？对。如果这样的东西，苹果公司的这个 API 能给它提字提错了，那就不赖我了，那我就真放弃了，我是吧？是。亮点周围是深色的。对，它变成灰度以后，程序认为，这个深色是不是包裹着字啊？所以它不往里边渗透。后来我想，这不明明是深红的吗？我干嘛非得换成黑白的呢？如果我把它是 RGB 3个值，就是每一个点我都拿出来，红绿蓝3个值，只要这3个值里边有1个值超过了我的阈值，我现在设定的阈值是40，就是纯白色，你看你这在屏幕里边纯白色的一个像素，它的 RGB 值都是255，就是3个255。你看见纯黑色在那个屏幕上，那么它的 RGB 值是000。但是为什么我不能直接那么高啊？因为那视频里头你即使那个字幕的这个黑边它也有可能不是纯黑，所以我设的阈值是40，就是 R 值、G 值、B 值，只要有一个超过了40，我就认为它不是字幕的包边，就往里渗透，然后以至于就是后来你刚才前面有一张照片里面，你看那个字幕那个字的背景被我处理的非常干净纯黑了这样的话呢，纯黑背景下面的白字，苹果公司如果还能给它提错了，我就真得换 API 了，这苹果这个太差了，对吧？
这也是因为就是当我在处理那个音频提取这个字幕的时候，通过音频方式提取的时候，这个音频里边的背景噪音啊，那种优化处理我不知道怎么办，但是图像我会啊。平时啊，老公是软件开发，我呢就做测试或者做一些图之类的。家里啊就跟办公室一样。他在改他的程序，这个字幕这个提取程序要做到精益求精，没有 bug。在测试老公的程序，这老公的程序写的相当的哇塞。睡莲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径直，不漫不枝，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对，可能不止强硬了一些，就强硬了很多，强硬了很多，就有点像是180度大转变了，就。就我感觉就像是你去当那个架构的设计师了，就是说谁要做哪些函数，要提供哪些接口，要怎么着的，就是啊，包括数据的一些主要结构都是由你来就是要求了，而不是由他们自己去发挥了啊。对，甚至不是我去要求，就甚至是我自己亲自来写，我把这个架构的框架写出来，然后我觉得有哪些剩下的余地，哎，我觉得这个小模块内容，哎，我觉得他们可以胜任，我就让他们去只写那一块就行了，其他你也别写活，就这么搞过去。那你别忘了，最后署名还是得给你这些学生署上，你这些同学署上，你自己别说啊，我写的多，所以我把名写第一个，你就别了，你自己写第一个名，你要知道，他们做出来这个东西以后，是为他们找工作有巨大帮助的啊，所以该署名还是要让他们署在前面啊。我也不会说抢着说第一个署名什么的嘛，就是按照我们到时候决定好的顺序来署名就可以了。我是怕你这么强硬，你把学弟学妹们都得罪了，我是怕这个，你知道吧？没事儿，我说强硬，但我说强硬也不是说不尊重他们看到的。我尊重的时候也是保持着尊重的。那你这个度要把握。不过现在的话，可能就没他们那么多的发挥空间了吧。是，那你能给我介绍介绍？就是因为上周咱们俩聊天的时候，我就建议你嘛，就是说，我认为你最重要的事情不是下场写代码啊，我认为你对这个每个参与人员他要完成的事情能否在周四完成，做出一个你自己的一个判断，然后呢，借此呢，你到周四谁完成了，谁没完成，差哪儿了，你自己做一个 review 来提升你自己的这个判断能力。那我当时是这样的一个期望，或者说这个跟你上周是这么聊的啊。就现在你这个刚过周四，过一天两天是吧？你就下场开始写代码了。因为反正我现在是在判断，就是因为周四那次的话，不好意思，我比较懒，我当时听你的建议之后，我没有当时就立刻去想，哎，这谁能在周四完成，谁不能在周四完成，这茬我就忘了，没有理了。但是现在周四开完会之后，我再结合目前的经验，反正我的判断是，周二之前我要是不下场的话，那很多重要的功能都不会完成。
的游戏功能我或多或少都了解吧，我都能有一个判断，我都能有一个粗略判断。但我觉得有意思就是，可能一个功能，比如说这个存档保存这么一个功能，可能我有我的一种方法，然后我按照我的这种方法，可能5个小时能搞定，但是当我分配给某个同学，或者说某个同学去说，我要去写这个存档保存这份功能的时候，他可能脑子里跟我有一种截然不同的实施方法，然后他这个实施方法可能他需要花20个小时才能完成，但我还傻不愣登的觉得，这家伙5个小时左右就差不多能完成。我觉得可能是就有些事情我们都默认了，但事实是我们默认的是两码事儿。我觉得可能这种情况造成一些这个我对工作量估算上的严重偏差。OK， 说的挺好的，非常好。我给你讲过一个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嘛，就说我跟一个大佬谈了一大通，啪啪啪，我要怎么做，我要怎么做，然后大佬抽着烟就跟我说一句，别忘了排序。我当时都没反应过来，为什么别忘了排序？然后回头我就开始写程序，写到最后发现怎么调怎么不对，然后猛然想起他说的别忘了排序，理解了。因为我当时做的是就是2个字符串的比较，但我们不是完全的字符串比较，就是我们要对字符串里的那个元素把那个元素进行就是字符串里的每个字，然后重新排一下序，然后再进行比较就是那个排序就给忘了当然我觉得就是说我希望你成那个大佬，你知道吧？我觉得你应该想办法成那个大佬，就是换句话说呢，你为什么不知道他要怎么做存储呢？可能有2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你不好意思问他，或者说你不应该问他。也许他是高手，对吧？你判断他是高手，你问这个你准备怎么做存储这个问题有点太俗了，太 low 了，太看不起人家了，不敢问，或者是不好意思问，是吧？还有一个呢，我觉得就是你只有知道了他准备怎么做存储，你才能够判断出他所需的时间。那你怎么知道他会怎么做存储呢？就是你可以问他这样绕着圈的问，就是你以前做过这种存储吗？他说做过，那你就按照你自己的那个3-5个小时估算就完了。他说没做过，没做过，要不要我这个先聊一下你准备怎么做？这句话可能就不好说了，因为你毕竟是吧？这个有的同学可能水平很高，你这么一问，人家会觉得我操，这么点小屁事儿你还要让我给你讲清楚，要不要我告诉你怎么申请内存呢？我觉得他还有点抵触，是吧？所以你说这话吧，你说多了吧，人家会觉得你不就比我多上1年学吗？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你凭什么这个管我对不对？抵触，对吧？然后你要问少了呢，你还真就判断不准。你就真判断不准他所需时间所以这个度好难把握的，很难把握，但以后也应该去，就是在各位同学实施他们这个零式的模块之前，应该是或多或少谈一下底对，这个或多或少谈一下你得把握谈的时候那种氛围，你知道吧？就是很轻松的那种谈的过程中，旁敲侧击的你可能就知道了。总之，现在3D 模型大致的存储原理就是给你一大堆这个复验数，就是 XYZ 给那么1-2千个，然后再给你那么1-2千个三角形，就是012230789这么一大堆三角形，然后把这些内容给 GPU 再根据现在相机的位置什么乱七八糟算一大堆，就能在2维的屏幕上呈现出这一个3D 模型了。好，现在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你会注意到我们画这个三角形的时候，我们画这个3维东西的时候，它其实是一大堆2维的三角形给拼出来的。它其实我们这3维东西其实没有任何一部分是3维的，它只是一大堆2维的三角形。现在一个问题是，这个3维东西我们看上去是3维的，但它实际上内存里它其实实际上是一大堆2维的三角形。现在有什么办法能把这些2维的三角体给转换？不好意思，2维的三角形转换成3维的三角体，并且这些三角体拼起来之后，还是跟我们看到的3维模型它长得一模一样。
或者说非常相似。当然了，这个实际上最后输出的这些三角体的话，它如果我们要显现的话，肯定也是把这三角体给切成4个面了，就是三角体它一共也只有4个面，然后再把这4个面分别都是三角形嘛，再把这4个三角形再分别打印到这个屏幕上。所以现在的问题，三角形怎么变成三角体并且这个原先3D 模型它长得还跟之前转换之前的大差不差就这么一个问题。你要解决什么事情？我就要解决这个事情，把三角形变成三角体这么一个事情。那你三角形显然你需要加另外一个点才能转成三角体啊。教育孩子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是要用自己的智慧、心血和激情。你要说的让孩子心服口服，要教育自己的孩子，你说他不至于死，你不能够纵容他的一些缺点。如果只是纵容的话，他长大了满身的都是毛病。所以他有缺点，我们就要说，要把它指出来。当人生到了我们这个年龄的时候，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把孩子培养出来了。孩子是一个正直、善良、有用的人。